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在香港深水湾的豪宅里，身价1000亿的李先生，每天早晨的餐桌上，往往不是大众想象中的海参鲍鱼、名贵药材，而是一碗看似平平无奇的糯米粥。你可能会说，喝粥谁不会？但真相可能让你大吃一惊。你平时喝的普通白粥根本无法提升免疫力。很多老友记喝了一辈子粥，却陷入了致命的营养误区。喜欢配着咸菜、酱瓜吃，结果越喝身体越虚，甚至喝出了血糖飙升。既然白粥没营养，为什么顶级富豪的私人医疗团队几十年来却偏偏保留了这碗普通的粥？因为他们在这碗粥里施展了一个财富配方。私人医生巧妙地利用米粥极易吸收的特性，在里面加入了特定的超级食物。他们遵循主食杂、蛋白足、蔬菜配的黄金法则，硬生生把一碗只有碳水化合物的白粥改造成了能补足蛋白质、激活肠道防御的免疫力战车。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富豪私人医生的底牌，教您如何用菜市场里最便宜的食材，把自家的砂锅变成全家人抵御疾病的长寿基石。第一章，养生的基建。为什么顶级富豪偏爱这碗糊化碳水？要明白私人医生为什么选择粥，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滤镜。在现代营养学的显微镜下，单一的白粥、小米粥，其核心成分就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仅仅能为身体补充能量与水分，却严重缺乏免疫力必需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如 A、B 族、C 以及锌、硒等矿物质。如果老年人单靠喝白粥养生，非但不能提升免疫功能，反而会因为营养摄入的匮乏，让身体的防御系统弹尽粮绝。既然如此，为什么讲究食补的港台富豪们依然对早晨这碗粥情有独钟？甚至在香港的早茶文化里，生滚粥始终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答案藏在2个字里：载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肠胃就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发动机，齿轮磨损，动力下降。大鱼大肉虽然营养丰富，但这台老发动机已经带不动了，强行进补只会造成积食和消化系统的超载。这时候，粥的物理特性就展现出了无可替代的优势：淀粉糊化。当大米在沸水中经过长时间的文火熬煮，坚硬的米粒破裂，淀粉颗粒充分吸水膨胀糊化。这种糊化后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胃部后，极易被消化吸收，几乎不需要胃肠道再额外消耗太多的能量去分解它。那层浮在表面细腻粘稠的米油，就像一层温润的保护膜，轻轻地敷在脆弱受损的胃黏膜上。对于牙口变差、消化变弱的老年人来说，它是最极致的温柔。你可能会问，护胃和免疫力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里有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医学常识：人体70%的免疫细胞都分布在肠道。肠道不仅仅是消化器官，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大本营。肠道黏膜屏障的健康程度，直接决定了外界的病原体能不能入侵你的血液。当你喝下一碗温软的糯米粥，你其实是在给肠胃提供一个最舒适、最没有负担的休养环境。富豪的私人医生非常清楚一个底层逻辑：养生和做生意一样，必须先稳住基本盘。肠胃的吸收转化能力就是人体健康的基本盘。普通人总想着吃什么昂贵的保健品去强行拉升免疫力，而顶级医疗团队的策略是危机前置，用一碗极易吸收的糊化碳水，先养护好肠道这个大本营，确保黏膜不发炎，运转不超载，基础打牢了，后面吃进去的营养
才能真正转化为合成免疫细胞的弹药。所以，普通的粥本身不是补药，它是最完美的营养地基。但如果只打地基不盖房子，这碗粥依然是不及格的。屏幕前的各位老友记，您平时早晨喝粥习惯配点什么菜呢？是咸菜、油条还是白煮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日常搭配。真正的重头戏在下一章。既然白粥本身没有免疫力，富豪的私人医生到底往这碗糊化碳水里加了哪3种既便宜又强大的超级食物，才让它瞬间变成了抗击衰老和疾病的特制免疫粥？请接着往下看，这3大神秘食材可能就在你家的厨房里。在商业世界里，李嘉诚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投资原则，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真正的财富帝国靠的是极其严密的资产配置，顶级医疗团队在照顾他的饮食时用的恰恰也是这一套逻辑。如果说上一章我们提到的糊化糯米粥是身体里的基础现金流，它温和、安全，不伤肠胃，那么接下来私人医生要在粥里做的加法，就是把这些现金流精准地投资到高回报的健康资产里。他们遵循的投资铁律只有短短10个字：主食杂，蛋白足，蔬菜配。为了补足白粥缺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致命短板，医生们在看似平凡的菜市场里挑选了3款极其廉价，但营养密度堪比黄金的超级食物，将它们巧妙地融入日常的米粥中，就等于为中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建立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第一大超级食物干香菇，免疫调节的尖刀。连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干香菇，而不是新鲜香菇。很多老友记觉得新鲜蔬菜才好，但在免疫力这个战场上，干香菇才是真正的特种兵。干香菇在阳光下晾晒风干的过程中，不仅生成了对骨骼极好的维生素 D， 更重要的是，它浓缩了一种医学界公认的强效免疫激活剂——香菇多糖。做生意不能只靠防守，养生也不能只靠静养。真正的免疫力需要能主动出击的武器。如果说温和的白粥是让肠胃休养生息的营地，那么香菇多糖就是主动出击的尖刀连。现代科学研究证实，香菇多糖能够直接激活人体内的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这2种细胞就是我们体内专门负责吞噬病毒、清理衰老和变异细胞的清道夫。此外，干香菇中丰富的微量元素硒还能像盾牌一样减少氧化损伤对免疫细胞的消耗。对于老年人来说，干香菇还有一个极其友好的特性：泡发后切碎熬粥，软嫩无渣，极易咀嚼。更绝的是，它自带一种天然的核苷酸鲜味。上了年纪的人味觉退化，总喜欢吃咸菜配粥，结果摄入过量盐分导致血压飙升。如果在粥里加入干香菇碎，就能用这种天然鲜味替代食盐，既满足了老人的口腹之欲，又无形中保护了心血管。第2大超级食物铁棍山药，肠道防线的护城河。我们刚才说过，肠道是人体70%的免疫细胞的大本营。那么拿什么来巩固这座大本营的城墙？私人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啃土铁棍山药。很多老年人喝完粥容易犯酸水，或者稍微吃点生冷的东西就腹泻，这在中医里叫脾胃虚弱，在现代医学里，这就是消化道黏膜屏障受损了。铁棍山药切成小块和米同煮，当它完全软糯化在粥里时，会释放出大量的山药多糖、粘液蛋白与薯萁皂苷。这些黏糊糊的物质千万别嫌弃，它们正是修复胃肠道黏膜的顶级泥瓦匠。它们不仅能促进免疫因子的分泌，其自带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还能成为肠道益生菌最爱的口粮。益生菌吃饱了，肠道菌群就能保持稳态，从根源上截断病原体入侵的通道。不要把健康完全交给昂贵的特效药，要把最坚固的防线建在每天端起的饭碗里。更关键的是，铁棍山药完美破解了糖尿病人的喝粥魔咒。大家都知道白粥升糖快，但铁棍山药的升糖指数 GI 只有大约51，远低于白米饭和白粥。用它替代1/3的大米熬粥，不仅口感绵密易吞咽，还能有效延缓餐后血糖的波动。对糖友们来说，这简直就是天赐的平替主食。第3大超级食物鹰嘴豆，免疫细胞的弹药库白粥最大的死穴就是严重缺乏蛋白质。而人体的抗体、免疫细胞，它们的合成原料全都是蛋白质。没有蛋白质，你的免疫系统就是一个空壳子。老年人肌肉流失快，对蛋白质的需求量甚至比年轻人还要高。私人医生如何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他们选择了被称为营养黄金豆的鹰嘴豆。与普通的黄豆相比，鹰嘴豆是极为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干重含量高达20%。它就像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弹药库，为免疫细胞的合成提供着核心原料。同时，它富含微量元素锌，锌直接参与免疫细胞的分化与活化。它还富含叶酸和 B 族维生素，对心血管极其友善。对于那些患有高血脂、不敢多吃肉，或者是乳糖不耐受、无法喝牛奶的老人来说，鹰嘴豆简直是完美的救星。提前将干鹰嘴豆浸泡6到8小时，熬煮到完全软烂粉糯，哪怕是牙口再差的老人，也能用牙龈轻松抿碎。它不含任何胆固醇，却能实打实地为你补足抗击疾病所需的优质蛋白。香菇激活免疫，山药稳固防线，鹰嘴豆补足弹药。这就是私人医生的财富配方。但是有了好食材，如果不避开生活中的隐形地雷，这碗长寿粥依然会变成穿肠毒药。各位老友记，您知道在喝粥时最忌讳搭配哪几种家常配菜吗？接下来的第3章，我们将结合李嘉诚先生危机前置的商业智慧，为您揭开餐桌上的健康危机。别让辛苦建立的免疫力毁在几口不起眼的小菜上。在商界，李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思维模型叫做危机前置。他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真正的富人从不在阳光明媚时才去享受，而是忙着修补屋顶、储备现金。他们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流，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有能力从容买入。这不是贪婪，而是铁一般的纪律。把这个逻辑降维到我们的身体上，也是完全通用的。顶级医疗团队给首富制定的养生策略，本质上就是在给身体建立健康现金流。很多人平时胡吃海塞、熬夜透支，等生了重病，免疫力全面破产了，才花重金去买昂贵的保健品来救市。但私人医生们知道，免疫力不是用钱买来的，是用好习惯一点点存出来的。养生和做生意一样，必须在还没生病的时候就开始投资。那么普通人在日常健康投资中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是什么？很多老友记喝了一辈子的粥，却在这个最关键的防御战里踩了雷。为了下饭，大家喝粥时最喜欢配什么？咸菜、酱瓜、豆腐乳，甚至各种腌制肉类。这就是典型的一边建城墙，一边挖墙角。在现代医学中，高盐饮食是破坏消化道黏膜屏障的顶级杀手。当高浓度的盐分进入胃部，它会产生强大的渗透压，直接烧灼我们好不容易用糯米粥养护出来的胃黏膜。黏膜一旦充血受损，就等于在免疫城墙上
砸开了一个大缺口。幽门螺杆菌、肠道致病菌就会顺着这个缺口长驱直入，不仅会引发胃炎、胃溃疡，更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整体活性。你以为吃的是开胃小菜，其实是在亲手摧毁自己的免疫防线。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这种健康资产流失的可怕，我想给大家讲讲我认识的一位广州老街坊陈伯的故事。陈伯今年68岁，退休前是中学的物理老师。他一辈子生活节俭，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早上喝一大碗白滚粥。但陈伯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喝粥必须配一碟咸菜，有时候是潮汕酸菜，有时候是2块红油腐乳。陈伯总觉得自己不碰大鱼大肉，这叫清淡养生。然而真正的账本，身体早就在暗中记下了。前年冬天，陈伯连着发了3次高烧，每次感冒都拖拖拉拉大半个月好不了。不仅如此，他总是觉得胃里泛酸水，稍微吃点硬的东西就胃痛。去医院一查，重度萎缩性胃炎，免疫细胞各项指标全线飘绿。当时的主治医生看着他的饮食习惯，连连摇头，说出了一句戳心的话：陈伯啊，您这哪里是清淡养生，您这是每天拿盐水在腌自己的胃黏膜啊！医生耐心给他算了一笔账，1小块腐乳的盐分就高达1克多，那1小碟咸菜下肚，1天的盐分早已超标，长年累月的高渗透压把胃黏膜烧灼得千疮百孔。城墙倒了，病毒自然长驱直入。痛定思痛后，陈伯彻底戒掉了配粥的咸菜。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开始建立健康现金流。现在的陈伯早上的砂锅里不再是寡淡的白粥，而是换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财富配方。他在粥里加了几片新鲜的山药，放了1小撮干香菇碎，出锅前还打入了一个土鸡蛋。没有咸菜的刺激，取而代之的是香菇天然的鲜美。仅仅调理了1年，陈伯不仅胃不疼了，去年整个冬天他连1次感冒都没得过。陈伯逢人就说，以前觉得咸菜清淡，现在才知道那是在给免疫力放血，养好这层胃黏膜，比吃几千块的补品都实在。真正的顶级养生绝不会干这种赚1毛钱亏100块的糊涂账。为了保护好这层脆弱的黏膜，医生们建议喝粥时坚决避免配咸菜和酱菜。更进一步的说，健康管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单靠某一种食物实现。除了这碗加入了干香菇、铁棍山药和鹰嘴豆的特制粥，你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全盘的资产配置。你需要充足的睡眠来维持器官的自我修复，你需要适度的户外活动，让阳光协助骨骼与免疫系统的运转。你还需要在正餐中摄入足量的鸡蛋、瘦肉等优质动物蛋白，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肌肉与抗体合成需求。不要等健康账户亮起红灯才去补救。用每一顿科学搭配的清淡早餐去为免疫系统存钱，这才是普通人最容易复制的长寿底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碗免疫粥的底层逻辑和避坑指南，那么最核心的实操问题来了。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有的人怕冷，有的人血糖高，有的人常年气血不足。这粥到底该怎么搭配，怎么煮？下一章我们将彻底公开针对3种不同体质人群量身定制的专属煮粥配方。无论您是三高人群还是脾胃虚寒，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您的那一碗。在顶级富豪的医疗顾问团队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永远不给一刀切的健康方案，假之蜜糖，完全可能是以之砒霜。每个人的慢病档案都不同，身体这台机器的老化节点也各有差异。李先生在商界笃信长期耐心，他曾有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做生意就像种树，
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只管浇水，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调理身体、滋养免疫力，同样需要这种极其笃定的长期耐心。为了让这份耐心有的放矢，私人医生们针对中老年人最常见的3种体质，在糊化农米粥的基底上，开出了3张堪称经典的定制配方。配方1：干香菇瘦肉碎米粥，针对免疫低下、牙口差、高血压人群。如果你经常感冒，稍微吹点冷风就咳嗽，或者常年患有高血压，且牙口已经不太能咀嚼硬物，这碗粥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核心实操：取2到3朵优质干香菇，切记一定要用温水浸泡30分钟。温水能最大程度地唤醒并保留香菇中的香菇多糖，这是激活巨噬细胞的核心武器。泡发后，将香菇去蒂，切成极细的碎末。接着，准备50克纯瘦猪肉或牛里脊，千万不要用肥肉，同样剁碎成肉糜。将大米与香菇末一同下锅，大火烧开后，转文火慢熬，直到米粒开花，淀粉充分糊化。在出锅前10分钟，将瘦肉末打散下入锅中滚熟即可。医学拆解。这碗粥的绝妙之处在于减盐增鲜与蛋白互补。干香菇释放的天然核苷酸，赋予了整锅粥极其浓郁的鲜味。老年人吃这碗粥，即便一粒盐都不放，也会觉得无比美味。这就从根源上阻断了高盐对心血管的压迫，同时极易消化的瘦肉末补足了白粥最缺乏的动物蛋白，为免疫战车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弹药。配方2：鹰嘴豆燕麦糙米粥，针对三高、糖尿病、心血管脆弱人群。很多糖友听到喝粥就摆手，认为那是让血糖飙升的毒药。但实际上，只要改变米粥的碳水结构，糖尿病人不仅能喝粥，还能喝出稳如泰山的血糖曲线。核心实操：这碗粥的灵魂在于1/3替代法。熬粥时，将原本100%的精白米替换为2/3的大米，加上1/3的燕麦与糙米。更为关键的是，加入1小把约20克提前浸泡了6到8小时的干鹰嘴豆。由于鹰嘴豆质地坚硬，必须提前吸饱水分，然后与粗杂粮一同下锅，用砂锅文火熬煮至完全软烂粉糯。医学拆解：为什么这碗粥能打破糖友不能喝粥的魔咒？秘密在于升糖指数 GI 的重塑。燕麦和糙米保留了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们像海绵一样，在肠道内延缓了糖分的释放速度。而鹰嘴豆作为营养黄金豆，不仅提供了高达20%的植物蛋白，还不含1丝胆固醇。熬烂后的鹰嘴豆口感如栗子般粉糯，牙龈一抿就碎。它为三高人群提供了一条最安全、最温和的蛋白质补充通道。可能很多糖友听到这里，心里依然在打鼓。理论虽然听懂了，但真敢把这碗粥端上桌吗？我们不妨来看看72岁的林阿姨是怎么做的。林阿姨是一位有着10年糖尿病史的老糖友，这10年来，粥这个字在他们家就是绝对的违禁品。她曾经试过喝了1小碗白米粥，结果餐后2小时的血糖直接飙升到了14点多，吓得她再也不敢碰。长期的严格忌口和单一饮食，导致林阿姨营养不良，整个人干瘦如柴，稍微走快2步就2腿发软。这就是典型的缺乏优质蛋白导致的肌肉流失。后来，林阿姨的女儿偶然听到了顶级营养团队的1/3替代法和鹰嘴豆配方，决定回家给母亲试一试。第一次煮这碗鹰嘴豆燕麦糙米粥时，林阿姨是极其抗拒的。她看着锅里粘稠的粥，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大夫说了，越粘稠的血糖升得越快。”女儿耐心向她解释，
这碗粥的粘稠不是来自容易升糖的精白米，而是来自燕麦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及被煮到粉糯的鹰嘴豆。在女儿的鼓励下，林阿姨半信半疑地吃了一小碗，并且搭配了一小盘清炒菠菜。奇迹发生在2个小时后的血糖仪上，伴随着滴的一声，数字显示7.8，完全在正常控制范围内。原来鹰嘴豆里的植物蛋白和燕麦里的纤维在她的肠道里形成了一张细密的防护网，死死拖住了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从那以后，这碗特制粥成了林阿姨每天早晨的标配。几个月坚持下来，由于鹰嘴豆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优质蛋白质，林阿姨不仅脸色红润了，腿脚也变得有劲了。前阵子去社区体检，连医生都惊讶于她各项指标的稳定。林阿姨笑着对病友说：“咱们糖尿病不是要绝食，而是要会吃。选对了一碗粥，就等于给身体请了个免费的营养师。”配方3：铁棍山药南瓜小米粥，针对脾胃虚寒、易腹泻、消化不良人群，有些老友记，稍微吃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甚至哪怕只是受了点凉，肚子就会咕噜噜叫，大便常年不成形。这说明你的肠道黏膜屏障已经非常脆弱，此时绝对不能下猛药，而需要最温柔的泥瓦匠来修补。核心实操：去菜市场一定要认准表皮带有铁锈斑、又细又长的干土铁棍山药，切勿买那种粗大水分多的菜山药。取大约50到100克，去皮后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丁，再取等量的老南瓜，切块备用。将这2样食材与温润的小米一同熬煮，直到山药彻底融化在粥底，南瓜化为金黄色的泥状，与米油交织在一起。医学拆解，这是一碗真正的胃肠道护城河。小米本身就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铁棍山药在长时间的熬煮中释放出的山药多糖和粘液蛋白，能像温柔的膏药一样，均匀地敷在受损发炎的肠胃黏膜上，促进细胞修复。而南瓜中富含的维生素 A， 更是维持呼吸道和消化道黏膜完整性的第一功臣。这碗金黄色的粥，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在为你的肠胃建立安全感。看到了吗？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真正的养生智慧就藏在对自身体质的清晰认知，以及日复一日对食材的耐心调配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健康资讯，我们中老年人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衰老？让我们进入尾声，为您提炼出3条能够直接抄作业的健康家规。我们常以为富豪们的长寿秘诀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抗衰老科技，或者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山珍海味。但今天，当我们彻底拆解了私人医疗团队的特制粥配方后，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最顶级的养生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食材。为了让大家能把这套顶级的健康逻辑真正变成自家厨房里的实操指南，我为您总结了3句最简单的黄金喝粥法则，请您在每次淘米下锅时，在心里默念一遍：第一，底子要软，让大米充分糊化，给脆弱的肠胃贴上最温和的保护膜；第二，配料要硬，加入干香菇或铁棍山药，为肠道免疫防线筑起坚固的护城河；第三，蛋白要足，无论搭配瘦肉末还是鹰嘴豆，永远别让免疫细胞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当然，在健康的银行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私人医生特别嘱咐了一条防踩坑铁律，给肠胃做加法，必须循序渐进。如果您正处于痛风急性期，请暂时避开香菇；如果您患有慢性肾病，请遵医嘱控制鹰嘴豆等植物蛋白的摄入量。
倾听自己身体的反馈才是最精准的医疗。回望李先生的传奇人生，他有一个极为著名的特质：克俭抵色。即便身家千亿，他依然戴着几十年前的手表，穿着简单的深色西装，因为他深知炫耀是一种软弱，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这种极简、克制、务实的哲学，完美地映射在了他的餐桌上。健康是人生唯一不能加杠杆的资产。真正高级的养生，从来不是重金求药，而是长期的自律与克俭。它不需要你倾其所有去买海参鲍鱼，它只需要你每天早晨耐心的洗切食材，守着砂锅，用文火慢慢熬煮出那一层温润的米油。你在熬粥，粥也在滋养你。你在岁月里付出的每一份长期耐心，最终都会在晚年兑现成一具无病无痛、硬朗挺拔的躯体。各位老友记，看到这里，您家里的砂锅明天早晨准备熬点什么粥呢？是加了香菇的瘦肉粥，还是温润的山药小米粥？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独家配方，让我们一起操操健康作业。养生就像存钱，每天一小步，晚年大不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解开了您多年来的喝粥误区，请顺手把它转发给您最相亲相爱的家族群，发给您最在乎的家人。一份正确的知识，可能就是全家人健康的分水岭。下期视频，我们将走出厨房，为您拆解顶级医疗团队关于深睡眠的不传之秘，用顶级智慧打通健康经脉，为您的长寿保驾护航。各位老友记，祝您好胃口、好身体，我们下期见。